美国这批明白人看得非常清楚。过去他们印象什么呢？华人是开餐馆的，华人是做苦力的，华人就居住在唐人街，他们都这印象。今天什么印象？今天傅利民讲，美国正在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中国不想跟你干，都想双赢，你逼他，逼到最后，他把你逼成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我说，你看我们难道不是这样？预言我们倒台的人比比皆是啊。2000美籍华人张家墩，中国即将崩溃；2015美国学者沈大伟即将到来，中国崩溃，一片唱衰。但我们就是不崩溃，我们发展的比谁都还要快。北大林毅夫教授讲，这叫中国经济之谜。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发展？林毅夫说，全世界包括中国、外国，没有一个经济学者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他跑的姿态不太漂亮，踉踉跄跄的，跌跌撞撞的，眼看就要摔倒，他就不摔倒，比那些正襟危步的人还要快。怎么回事？搞不清楚。林毅夫说是，这本身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题目。当然，我说也并非所有人没有人破解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讲了句话，讲了抗日战争，但我觉得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也是有用的。毛泽东讲，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脱钩，特朗普中美脱钩坚定的提出者、实践者，不但特朗普一个班底都是这样，但我说他班底是什么呢？班底问题太老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71岁，贸易顾问纳瓦罗69岁，商务部长罗斯81岁，财政部长姆努钦年轻些56岁，经济顾问库德洛71岁。除了姆努钦是60后，其他全是30后、40后啊。姆努钦60后主张与中国缓和，别打贸易战，打下去对谁都不利。30后、40后全部主张干到底。60后要考虑未来啊。我们讲60后来日方长，他考虑长远。那30后、40后青春期都与冷战时间度过，都叫青春无悔。整个脑袋还留在50年代、60年代的人，一批人主张美国今天的政治。我说呢，今天当然来势汹汹，全是30后、40后，但我说呢，不用太长时间，你们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美国这个交班顺序，我们实在不敢恭维，60后交给40后。奥巴马61年生的下台了，特朗普46年生的上台了，60后交给40后，这交班顺序，这算是民主的产物吗？然后特朗普2020年明年大选，民主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拜登，特朗普明年2020 74了，拜登77呀。我这民主体制怎么搞的？你们民主怎么选举的？中美脱钩，我说你30后、40后，你全部铁心脱钩，你脱得了吗？你怎么脱钩啊？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中美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量16%，大陆占港澳台20%，美国贸易立国。接着讲，任何国家和地区，只要占美国贸易总量7%，这个国家与美国重大利害相关，不仅仅结成了紧密的经济关系，而且要考虑政治合作和军事同盟了。共同捍卫双方重大利益7%，我们混到20%了。政治同盟什么军事同盟不可能，但它极大减缓双方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持有美国最高的最大债主，你看我们平常的事，你说你跟谁过不去啊？你跟你最大债主过不去啊？我们有这样的吗？欠人钱很多，你跟人翻脸，整天跟人吵架，一吵架，哎呦，我欠他那么多钱呢，我暂时还不上了，什么时候还？你就得矮一截子。你看美国今天。你跟你谁吵架呢？跟你债主在干，你脱钩，你怎么脱钩？中国锂电池生产世界第一，脱钩了，你手机电池怎么办？你自动驾驶怎么办？你机器人怎么办？你数字化部队电池怎么办？全都白扯了，怎么脱钩啊？中国的磁性材料世界第一，我们一个浙江横店东磁集团，世界第一。一说浙江横店，大家想起横店影视集团，手撕鬼子都在那儿排的，那就是东磁集团投资建的横店影视集团。
其实大老板就是横店东磁，世界第一。东磁的老总何世金，民营企业也讲了，没有我们东磁，他苹果手机震动键全抓下，所有手机震动键都磁吸，不仅手机啊，空调呢，陀螺呢，定位仪呢，没有磁吸，怎么弄？中国纤维加工占全世界50%，这随便举举数字，你说怎么脱钩？所以你别看特朗普的班子，决心很大，没法实施。那美国人这点也知道，不能脱钩。美国前驻华公使傅利民讲，美国每年有65万从事科学、工程技术的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若排挤他们，美国将损失大量科技人才。预计到2025年，中国拥有的熟练技术工人数量将超过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总和。若与中国脱钩，意味着美国疏远的是世界上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和数学家数量最多的国家。若切断美中科技交流，与其说会阻碍中国科技进步，不如说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对谁有利呀？中国民间这个活力，中国人这种勤奋、这种刻苦、这种钻研、这种悟性，世界无人可比呀！中国人是既为过去也为未来活着的人，为过去要养老啊，为未来孩子不能出在起跑线上啊，所以大人猛劲儿加班呢，刻苦工作。西方就是什么，我就为今天活着，明天再说了，不管那么多了。你中国这种状态，任正非43岁创业，把一个山寨公司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在技术拓展、国际化拓展方面，技术创新、国际化拓展方面，国内首屈一指。这种企业发展速度，到全世界哪儿去找去？前所未有。当年90年代末，华为没有通用牌照。老人在全体大会上讲，华为的全体员工们，我们只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只有到海外谋发展了。我2016年初就在深圳坂田参加华为的颁奖仪式，下午3点半颁奖，颁到晚上7点钟没有颁完。东南非事务部、西非事务部、南欧事务部、北欧事务部、俄罗斯事务部、荷兰事务部、墨西哥事务部，我这什么公司啊，在这颁奖，跟联合国一样。那最后海外服役10年以上员工颁奖，老人还讲那话：阿富汗战乱时，我就看过员工，利比亚开战前2天，我在利比亚，我飞到伊拉克不到2天，利比亚就开战了。我若贪着怕死，何来让你们去英勇奋斗？美军空袭叙利亚，前年2017年4月10号空袭叙利亚，103枚巡航导弹突袭叙利亚。就那103枚巡航导弹打击叙利亚的时候，任正非刚刚在60个小时以前飞离叙利亚。他给我发了个短信，说我现在正在贝鲁特4季阳台喝咖啡呢。我说任总，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身先士卒在第一线。经济学家徐小年说，最佩服2个企业家：第一，任正非；第二，陶华碧。徐小年讲呢，企业不一定非要高技术啊，不一定非要互联网加呀，你就把产品做到极致，你就是老大。陶华碧不就一瓶老干妈吗？现在弄得凡有华人地方就有老干妈，你看人家做到极致。陶华碧一个大字不识，年近半百创业，用10几年时间打造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企业，创造了故事，创造了奇迹，创造了神话。当年谁看上他了？你这个老干妈就是拌凉皮的调料啊！最后发现别人特别喜欢吃，开始做调料了。做调料又没有广告，怎么办呢？也不懂得广告，没文化嘛。做一瓶瓶的拧紧了，送卡车司机，免费送你吃。卡车司机走到哪儿吃哪，别人说挺香的，又挺香的。哎，就是那个路上贵州那叫什么什么人做的，就卡车司机帮他把名声给扬开了。我们有句话叫“当你弱小时，敌人特别多。”你弱小的时候，踩你人特别多。那反过来说呢？当你强大时，朋友特别多。陶华碧当年创业多么弱小啊，欺负他的人太多了。你看陶华碧讲的话，我就要拼下去，哪怕面对个土匪，我都跟你拼下去。你想把我杀掉，我就想把你杀掉。
要拼才会赢，不拼就会输。陶阿碧的理论上不了我们 MBA、EMBA， 进不了哈佛案例，但这是中国企业家扎扎实实在就这么拼杀出来的。我们不是按照哈佛案例，不是按照 MBA、EMBA 的案例一个做出来的。你看中国企业家怎么成长？徐小年说最佩服就任正非、陶阿碧。任正非见着了，没问题，到深圳，任正非以任正非会谈，还给华为讲课，都搞过，就见不着陶阿碧。陶阿碧不见的。徐小年最后也释然了，说我见陶阿碧被拒绝了，后来得知他连省长、市长都不见，只见村长，这才心理平衡。陶阿碧就这样，你别跟我弄些云雾缭绕的虚东西，谁能给我解决问题，我见谁，别人就算了，不见了，不探讨理论就世界。金将军你好，从我们建国以来到现在，我们就不断的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给他们援助，当然我们的大国风范也赢得了他们的许多好评。但是反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却奉行本国优先的政策。请问您认为我们有必要继续保持这种对外援助吗？对外援助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它必不可少的，这是我们应该有个份额。其实我们对外援助呢，并不像我们网络上有微信上宣传那么多，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我们今天的援助大量都是什么呢？都是有息的，都是要付偿的、付利息的、还本的。你看，我们直升直升机，我们就援助它。援助它是什么呢？让你无偿的使用2架。因为武器装备要使用啊，我们没有这个环境，巴基斯坦有，给他用2架，你说援助，他开始攻击恐怖分子，打地面目标，然后不断的发现我们直视的毛病，一使用毛病出来了，这毛病我们就需要毛病，我们马上改啊，他那边给我们提毛病，我们马上改，马上就修改，根据战场修改。你看这个援助起到很大作用，包括我们最近援助的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斗机不是把印度的米格21给击落了吗？枭龙战斗机大火，那就是我们援助巴基斯坦的。那这个枭龙战斗机大火，那是枭龙一火，是我们成飞也很火啊。我们成飞出口又能增加一笔。就现在盯住枭龙的，原来巴基斯坦，现在埃及好几个国家都挺感兴趣。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绝对不会像美国那种到处刷钱，我们绝对不会。但是我们会进行这些援助呢，取得我们的效用。我就回答这儿。谢谢金教授。金教授你好，我的问题是，现在的青年可能更多的会追求自我实现和个性解放，然后像老一辈他们推崇的奉献，然后和集体主义，您觉得对现在的青年还适用吗？其实呢，老一辈一个一个也都是追求思想解放的。他们都一样的，思想解放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都没有改变。你比如说，我在华为，余承东就这样一个人。余承东今天华为大佬了，华为终端产品他是大佬了，总负责人了。余承东说呢，他的导师就讲过了，像余承东你的性格，不适合于到党政机关，不适合于到企业，你干不成，你就在大学教书。你的性格老是唯我独尊，老是这个劲头，你不行，到哪儿搞不好关系，就在大学教书，哪儿去不了，就到华为。余承东说，一到华为第一天我喜欢上他了。他说我进办公室，一个女孩在墙角徒手倒立，还有一个男孩翘二郎腿，说腿翘的比键盘还要高，翘键盘。余承东说，哎呀，这不就是我要的环境吗？他太喜欢这儿了。然后到华为，满脑子想法，又碰见个老板任正非，他说太好了，就余承东学无线的，搞2级3级，好多想法，新想法呢拿不出可行性报告，拿不出可行性分析，我就想法，他没有形成东西，任正非就可以，我给你钱，哎，老余你有想法，我给你钱，你看你能不能弄成？余承东说，我最喜欢就这个。我就这想法，我拿不出这么可行性分析，什么1、2、3、4、5的给你完成步骤，我也拿不出来。我估计行，我得摸着石头过河。他说老人让我摸着石头过河。我说你看今天，我说我们今天这个人的个性的释放，还是我们一笔很大的财富。怎么有效的把它释放出来？那么这是今天年轻人有主意，没有必要压抑，
充分释放当然是在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你充分的释放，只能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我就回到这儿。谢谢金将军。活动结束，谢谢金一南将军。冰敷这个词就让我想起今年暑假我在国外做暑期科研的时候一个经历。当时我是跟一个意大利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做实验，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说我是一个 weak Chinese。我们知道 weak 这个词除了说没有力气之外，它有虚弱的这个意思。当时我就联想到了说东亚病夫这个带有侮辱性的词，我非常愤怒，我就回答他说我比你好，因为你是个愚蠢的意大利人。他看我这么回答，就看出我生气了嘛，他就非常的不解，甚至有点委屈，因为他认为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所以我就在想，一方面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对我们国人有这样固有的一些观念？另一方面呢，我们国人在类似的问题上是不是往往会反应过度、过于敏感了呢？好的，我想起了我们访美的一段经历，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一定避免两个极端：一方面过分的敏感，一方面过分的不敏感。我觉得这两个极端我们都要避免。我们2008年陪同我们国防大学校长访美，上将，我们国防大学校长上将啊，按照美方的礼遇，你应该给予礼遇的，没有礼遇，所有安检皮带都抽下来，所有箱子全打开，特别细的翻，我们机票都加4个 A， 就是所有中国人，你上飞机以后，他给你安排靠窗口，保证你旁边坐个美国人，绝对不能让你中国人坐在一起。如果你要有事儿，你得越过这个美国人，所以我们全靠窗口那边。我们校长上将外语又不行，我坐到旁边说不行，你只能坐到后面，你只能坐到后面，就那6座呀。后来就因这种待遇，我直接找了陪同我们访问的美国驻华的一个海军武官助理，一个空军武官助理，一到安检他俩就藏起来了。我找他俩，我说向你们严重抗议，我们是上将团，你们对我们这样。他就跟我们解释，那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国防部管不了他们，这我们2个系统。我说行，2个系统。我说我们的机场安检也跟我们军队也是2个系统，我们也2个系统。你们的上将以后访华同样待遇。他说，哎呦，他说这个问题要反映一下。第2天，海军武官助理找我，他说都2个小礼物。哎，介绍说这个送你们王上将一个，这送你一个，2个小礼物，你们消消气。我说。第一，我们代表团6个人，你要送礼物送6份，送2份算什么？我说第二，我说我们希望你正式回应，而不是送礼物就完事了。我说我们这个回去要正式反映的，我希望你跟你们国防部也正式反映我们的意见。最后他挺尴尬，把2个礼物收回去了。我们回到北京之后，回到北京大约不到1个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我又参加了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谢伟森，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主要谈海上避免冲突机制的。结果那个会晤一开始，美国国防部长谢伟森就讲，我先插一段，说先有一个问题，我讲一下。美方现在正式向中方表示一个歉意，就是1个月前国防大学校长访美，我们处理不当。县里正式向你们道歉，我们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问题。我说你看这个实力，我们有权利一定要争取，当然没有必要跟他当面翻脸。他说你是 weak Chinese， 你可以用别的话回应他，但没有必要表示愤怒，因为我们今天你跟我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我们就开玩笑开。但是呢，权益是争取来的，不是等待来的。当然，权益我们显示我们强大是可以的，但你对我这样，我要对你这样，以报还以报，这才能真到中国人也是捍卫自己权益的。你的国家力量不如他力量强大，但你内心力量你要跟他内心力量一样的，你这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走在世界上，国家已经给我们做了充分的支撑了。所以说我们个人呢，我们既不要过分的敏感。马上都说是小看中国人。另外呢，如果一旦碰见我们权益受到伤害的话，我们也有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好，谢谢金将军。
将军您好，我叫吕浩义，现就读航空航天工程专业。大二的时候呢，我想申请一所美国的大学，普渡大学，是我们国家2弹1星元勋邓稼先、梁思礼2位大科学家的这个毕业院校。但是由于签证的原因呢，没能如期前往。所以想请问您，在这个当今的国际形势下，您看我们是应该选择继续在国内深造呢，还是选择出国留学之后才能更好的投入到我国这个航天工程的建设当中去？谢谢您。好的，你这问题也挺有意思。我也举个小的例子，我前不久这个牙出问题，说种牙，现在不是种牙挺时髦的吗？就是说给你人生第3副牙，种牙在北京排队太厉害了，没办法，我到西安，西安我们4医大。那是全军种牙第1把手，非常好。4医大的校长就跟我讲，我们口腔30年前我们中国的口腔技术，包括种牙就不要提了，口腔技术比国外它差了30年、40年都不止。现在并驾齐驱，个别超前。他说：“你看我4医大，机器人种牙。”他说国外都不相信，说中国人造假，中国人特别早，因为全世界没有机器人种牙。一直到英国 BBC 2017到西安4医大拍摄机器人种牙，然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全世界相信中国人搞出机器人种牙来了。口腔非常小啊，治口腔你很痛啊，拼命张大嘴张不大，机器人不用的，一个探头进去看得非常清楚。机器人种牙保证精确度非常高。4医大你别看地处西安啊，广泛的派学生留学，瑞典种牙的鼻祖，美国、日本都是牙科老大。我们今天全部并驾齐驱，个别赶超，就得益于什么呢？交流、开放。所以我们永远不能闭上开放大门，我们能出去就出去，能贴近就贴近，尽量学习，充分发挥中国人学习精神，充分的利用，然后才能充足的成长。谢谢金将军。教授好，前面的同学问了关于留学的问题，我就来问问关于移民的问题。有一种说法就是移民了就不爱国，但是我们发现呢，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临到很多争议，或者说面临天灾的时候，有很多的海外华人华侨自发组织游行、组织募捐来支持祖国。我想请问您是怎么看待移民的？移民就真的等于不爱国吗？我觉得还不是这样的。作为一般人，移民我们不能加以任何限制，只要他想移，有条件他就可以移。我们今天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全世界都是中国人，那时候多好啊！有人把移民看成一盘散沙特征，我觉得不一定。就是移出去以后，他不一定就是一盘散沙，他讲了中国，还记入自己的国家，他就不是。你比如说，全世界最好的例子，犹太人。犹太人不是移民呐，他没有家乡，从公元1世纪、2世纪被赶出那片土地，流离失所1800年，全世界分布都是犹太人。欧洲2战杀犹太人杀600万，但犹太人这个凝聚力非常强。你还可以说他移民，他流落全世界，但是最后重新建国以色列国。即使在没有家园、没有祖国，但他的这种集体自尊依然保留。当然，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也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不管在世界各地，我们能完成这种精神的凝聚。我就回答了。我们一定可以的，谢谢金教授。中国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必须要依靠外面输入这个能源和原材料，然后我们的经济机器经过加工之后吐出工业产品，然后流向全世界。那对于中国来说啊，你不仅要保证上游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它的安全，同时你还得保证你能够顺利进入世界市场。但是在当今世界市场啊，我觉得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哎，这个可能是战后啊，现在正在做了一个巨大的调整。这就是我们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现在正在准备修改全球的贸易规则。这件事情如果做成的话，那就一定会比较明显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包括世界市场还能不能进得去，或者怎么进去，以什么条件进去，这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在现在的世界贸易体系啊，这个规则啊，它实际上是源于2战期间
就是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以美国主导下的一系列的这个贸易条件，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构建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体系。除此之外呢，包括战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WTO 这样的组织，也是在那个时代孕育而生的。所以呢，这些贸易规则基本上涵盖了战后70年，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世贸组织它的一个根本的它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战后啊，无论是国家大小、战胜国和战败国，大家都有平等进入世界市场和获取原材料的权利，这就是整个这个国际贸易制度的一个核心的准则。不过，当年的这个全球的贸易规则呀，它实际上是建立在工业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也就是当时是以货物贸易为主。但是经过70年的发展之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业占的比重越来越重。基本上很多发达国家服务业都占到 GDP 的70%以上啊，中国现在还不到40%，这就是这个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其实要求啊发达国家它要做出一些贸易规则的调整，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现实。所以现在以美国为代表啊，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了。比如说，美国现在主导了3大贸易谈判，第一个是什么呢？全球服务这个协定啊，这个要把 WTO 以前没有明确规定的服务贸易单独拎出来，建立一套新的游戏规则。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跨大西洋的这个贸易伙伴，就是跟欧洲人搞的那块啊，美国、欧洲啊，以后我们要达成一个更高的一个贸易的标准，开放度啊、自由度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标准。第3个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跨太平洋的贸易伙伴关系啊，就是我们大家都称之为 TPP。这个 TPP 对中国未来将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当这3个谈判完成之后，以 WTO 的那样的一些贸易条件来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啊，将会被边缘化。这3个新兴起来的这个贸易规则将会取代 WTO， 成为未来主导世界的贸易规则。这一点是中国现在需要特别重视的。你比如说 TPP 吧 ，TPP 现在有12个成员国，但是整个谈判过程中把中国排除在外了，就不带你玩了。这个现象是这个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就是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加入 WTO 之后，他们吃亏了啊，他们的工作机会、他们的这个就业都这个被中国人夺走了，而中国呢，实际上没有让出足够多的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的市场没有打开，所以他们觉得在这个交易中，中国占了大便宜，他们吃亏了，所以要调整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但是中国已经在 WTO 体系之内了，你又不能把中国赶出去啊，那我们就另搞一套，搞新的贸易规则。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实际上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而中国又没有办法加入进去这么一个窘境。那么现在 TPP 这些国家所商谈的贸易条件，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呢？比如说现代服务业啊，你比如说农业啊，这个打开农业市场，知识产权啊，还有这个劳工待遇啊，环境保护、机器零部件的这些条款，这都是 TPP 重点要探讨的一些领域。而这些领域以前在 WTO 条款中呢，不是特别明确，或者不是把它单列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些领域之中，我们会发现基本上都是美国最拿手和最擅长的。比如说农业吧，那当然是美国的强项；知识产权也是美国的强项；服务贸易也是美国的强项。哎，说到服务贸易啊，我们很多人就不太理解，服务贸易究竟是个啥玩意儿啊？服务嘛，在我们理解，那不就是餐饮娱乐啦，啊，或者旅游啊，或者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外包工程啊。其实这都是属于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是什么呢？像金融服务，这是属于高端服务业。在这个领域中，美国比中国所占的优势太大。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美国的经济结构，两者之间信息的流动的方向和方式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要做研究啊，我的自己的体会就很深。我要去找美国的数据非常简单，这个信息成本是很低的，我可以很容易找到。比如说上个星期啊，美国首次申请失业的人数是多少？是21.5万还是21.4万？能够准确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如果你问我上个星期全中国有多少人在找工作，这立刻就把我问懵了，因为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或者说这样的统计数据分散在中国各个省、各个市、各个县、各个乡这些人事局手上，而这些数据呢又没有公开啊，而且它不横向流动，所以你问北京或者问上海全国是多少，他们也不知道。那么这就导致了大家只能拍脑门了。也许中国大概城镇失业人口现在是2亿，也许是3亿啊，也许说不清楚，对吧？这就显示出了在所谓这个数字化管理方面，中国和美国的一个巨大差距。由于中国获取这种经济数据、横向经济数据的成本太高，所以导致了这个现代服务业，你必须要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啊。没有数据，你怎么做分析啊？你怎么做咨询呢？你怎么能够提供你的意见呢？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中美之间的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放开现代金融业的服务和其他这种服务业，那两者完全不是在一个级别上的竞争，那肯定会被冲垮的。所以中国在面对 TPP 这样的一个更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之下，实际上是处于被动的局面，这就出问题了。那怎么来应对呀？因为你如果不参与进去啊，那你可能未来就没有玩的机会。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在2014年11月10号，美国外交政策这个杂志写了一篇评论。美国通过 TPP 谈判啊，已经把中国逼到了一个角落啊。中国只有2个选择，这2个选择不管怎么选都是对美国有利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不参加 TPP 这个贸易协定，你不进这个体系，别人也就不带你玩。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未来的贸易会被挤出亚太市场。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些参加国彼此之间是零关税或者很低的关税，而你呢要想进入这个市场，你要付比较高的关税，那你的产品就会失去竞争力啊。这对中国来说，这是个很严重的挑战。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呢？中国还是像当年申请 WTO 一样，哭着喊着要加入，那怎么办？那美国就会开出很高的条件，也就是你市场的开放度要大幅的放开，否则你就进不去。这是两难之中，你必须要选一个，而且怎么选，美国都是得利的。但是这篇文章指出啊，没想到中国玩了一个金蝉脱壳啊，金蝉脱壳是我用的词儿啊，这个金蝉脱壳是什么？搞了新丝绸之路计划，也就是本来人家做了一个围追堵截的这样的一个包围圈，结果你呢突然找到另外一条路，杀出重围。你现在向西发展，向欧亚大陆的纵深和内部去发展，美国在外摆出的架势没有把你给堵住，这个是外交政策杂志这个很惊讶的地方。他比较了新丝绸之路和美国 TPP 这个谈判之间两者最重要的差别，提出了3个差别。第一个差别是什么呢？ TPP 要求很高的国家的开放度、市场开放度，包括自由度，订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谁要加入我们这儿，要享受零关税的话，你就必须符合这个条件、那个条件、这个条件，你得全面开放你的市场。但是中国新丝绸之路的战略完全不是这样，中国是强调什么呢？跟各个国家是互惠互利或者叫惠及原则。互惠互利和惠及原则还不太一样，互惠互利是双方对你也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惠及是不仅是对我们俩有好处，对周边的其他的国家也有好处。这是个重大的词汇的调整。对这个美国所强调的那些高度的自由度、高度的开放度压根儿就没提。当然，中国这样的一个贸易条件开出去，那所有国家都愿意接受啊，因为跟你谈好谈呐，对吧？所以中国一出去一说搞新丝绸之路，一呼百应，各个国家都要求参加，这是第一点差别。第二点差别是 TPP 详细的规定了，特别是严格限制了政府在经济中不能够发挥太大作用，而且严格限制了国营企业国营企业这个东西对经济不能占太大的比重。但是我们来看新丝绸之路，又是截然相反。新丝绸之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中国和各个国家来牵头，由政府牵头来搞。
国营企业是冲到前线的，冲到第一线的，像高铁等等，这都是冲到第一线的。这跟 TPP 的这个思路又完全不同。第三个不同是什么呢 ？TPP 所聚焦的是些，比如说农业啊、知识产权啊，还有环境保护啊，还有这个高端服务业啊，这些领域是 TPP 关注的重点，因为这是美国的长项。但是新丝绸之路关注的重点完全不同。新丝绸之路关注什么呢？基础设施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啊，能源合作啊，包括这个制造业的转移，这是新丝绸之路跟 TPP 的第三个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完全没有按照美国的那种贸易条件来这个向欧亚大陆腹地的这个国家提这么高的条件，这个就是中国能够迅速的打开市场，主要原因就在这儿。美国的标准太高啊，大家谈来谈去谈不拢啊。09年到现在，这个5、6年过去了，现在连一个纲领性、框架性的东西都搞不出来，这就是两者之间比较大的差别。所以我认为，新丝绸之路的第一步，或者说从短期来看，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战略转进。面对美国 TPP 的高端的这个打压和封锁啊，我没法跟你竞争，对吧？我就朝西部啊，就朝欧亚大陆的腹地，朝那儿去扩展啊，跟欧洲这个经贸关系搞好。所以这个是它第一个重要的战略目的。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战略目的，也就是第二步。第二步，我认为啊，它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影响到大国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这种竞争的能力的变化。从世界第一条铁路出现到现在已经200年，列车速度也从爬行时代飙到了高铁时代，让世界变成越来越小的地球村。1825年，在英国铁路上运行的第一辆蒸汽机车，时速只有13公里，比跑着快不了多少。虽然经过奋发图强，也创造过最高200公里的时速，但他们的潜力也就到此为止了。随后出现的是内燃机车，它在1987年创造了最高238公里的时速。在那会儿，咱中国人还在坐着时速100公里以下的绿皮火车北上南下呢。给列车插上飞翔的翅膀的是电气化铁路技术的成熟，而其中以德国和法国的技术最为先进。1903年，德国电力机车时速就突破200公里。1955年，法国人创造331公里每小时的世界纪录，首次突破时速300公里大关。1988年，德国人再次赶上，突破400公里时速大关，达到了406公里每小时的高速。随后的1990年，法国人又再次反超，创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500公里的极速时刻。这时候出现了另一位有实力的竞争者，他就是中国。21世纪，中国的试验列车创造过605公里的极限速度。在2008年到2011年，中国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高铁运营速度保持在350公里高速下的国家。大航海时代的帆船虽然速度上比早期的蒸汽火车速度快不了多少，但是因为载货量大的优势，船舶运输牢牢占据了世界航运老大的地位。可惜直到如今，最快的民用邮轮时速不超过52公里，最大的核动力航母也只有65公里时速。如果拿现代船舶的速度和高铁相比，乘船舶就像开着拖拉机前进，坐高铁就像开着 F1 赛跑，其拉风的感觉简直是天上地下。慢如蜗牛的海运已经越来越追不上网络经济时代急如骤风的步伐，时间成本将颠覆运输成本，海权与陆权的天平将会逆转。高铁对欧亚大陆的深度经济整合将使海洋国家被边缘化，这可能是500年来最大的地缘变局。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海权国家是什么时候兴起的？16世纪以后兴起的。在最近500年之中，海权国家夺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陆权国家的统治地位被削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就是因为海权国家能够控制海上贸易通道，只要你贸易全部走海路，而我能控制海路，我就能控制贸易通道，我就能左右全球的财富流向。所以我们看到当年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包括英国和现在的美国，全部是海权国家。陆权国家呢，没影儿了。不过这是过去因为海陆贸易它当然有明显的优点。第一是什么呢？成本低第二是规模大。
走海路只要有艘船，对吧？我不用进行基础设施投入啊，不用修路啊，我到哪儿都很方便。哎，在那个时代，也就是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那当然海权的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但是海陆贸易也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它慢，速度慢是它一个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啊，以前在工业社会或者在农业社会，我等2月啊，或者等半年，差别不大，对吧？我可以等。但是现代社会，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啊，信息传递的速度是以毫秒计，可以说市场的变化那都是以天来为单位来计算。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么慢的海运在经济竞争过程中将会处于劣势。啊，我们来看，比如说，如果从中国的东部，你要运货发往欧洲，你要走海路要走多少天？40-50天呢。那么这中间就面临很多机会成本，特别是时间的成本。你比如说，这个新鲜蔬菜水果吧，你要是这么远的运输路程，那东西早坏了。纵横欧亚大陆的高速铁路网如果建出来了，那从中国东部运到法国市场上，那可能2天时间就够了。原本不存在的市场将会由于速度而创造出来，这就是一个重大差别。所以我们会发现，现代经济越来越强调速度、时间，也就是在一个节奏非常快的社会中，时间的成本重要性越来越大，而运费的成本重要性越来越小。很多商业机会是靠速度抢出来的。你要比人早1天，你的货就占领了市场；别人的货晚20天到，对不起，这个市场我已经全部铺满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啊，这就意味着海权国家所控制的海上贸易，如果再跟现代社会跟陆权国家所控制的高铁这种线路的贸易相比较起来，时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哎，未来谁更有竞争优势，可就说不准了。这就是中国向纵深发展、打通欧亚大陆所有经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中国有高铁啊，如果高铁线路横穿这个欧亚大陆，那对整个欧亚大陆内部经济整合将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地球仪，就会发现，现在中国规划的高铁线路有3条。第一条是从东北出发，横贯俄罗斯到达莫斯科，从莫斯科经过白俄罗斯到达德国，从柏林到巴黎，最后到伦敦。这条线路全长是1万多公里啊，但是高铁修通之后，全部运行时间多长呢？2天啊，一个人从伦敦出发，2天之后就能抵达中国，这是以前所不能想象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这是属于欧亚铁路线。还有一条呢是中亚铁路线，从新疆出发，经过中亚各国，然后到达伊朗、德黑兰，从伊朗到土耳其，从土耳其进入欧洲。这条线路也是一个高铁线路，这样的话，从中国的西部到欧洲的时间会更短。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从中国的昆明出发，这条叫泛亚铁路，这条铁路一直延续到新加坡。这3条铁路的骨干网之间还有很多纵向的这个网络，最后把它连接在一起，这就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高速铁路网。这个高速铁路网将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欧亚大陆最中心的部分，中亚部分是全世界最集中的能源、天然气和原材料各种各样的矿产资源的密集地。高速铁路修通之后，这些地方的能源资源，包括原材料，就可以利用高铁体系向欧亚大陆的2端快速运送，1天之内抵达。然后欧亚大陆2端，欧洲和中国所生产出来的工业制成品将反向回流到中亚，去满足那儿的市场需求。另外，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对流也会形成。这样的话，整个欧亚大陆内部就被整合成经济的一体了。注意啊，如果我们来看看世界的地图，你会发现，欧亚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陆地板块，住着人类中间的大部分人都住到这块大陆上的。如果它完成经济整合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美国相对于欧亚大陆这么大个板块来说，它就是个岛啊。
所以时间，特别是高速铁路的诞生和它的快速发展所抢出的时间和速度，将有可能使海权500年以来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换句话说，大陆交通体系它以快速48个小时横穿大陆，将会远远超越海路20天、30天、40天、50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海上贸易它将会被大陆高铁贸易所取代，或者至少部分替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近500年以来我们形成的很多观念，海权国家必然优于陆上国家，这种观念可能要受到颠覆了。因为全世界的人口在这儿，市场在这儿，资金在这儿，原材料在这儿，技术也在这儿所有的该有的这块大陆都有了。它如果一旦被整合起来，那还有哪块大陆能够跟它挑战呢？美洲大陆被边缘化了，非洲澳大利亚这更被边缘化了。通过高铁一旦整个完成，我认为21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而是欧亚大陆的世纪，这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反转点。所以我们不能低估在这个体系中间丝绸之路它所酝酿的第二步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整合欧亚大陆内部的经济体系。好，既然高铁将会实现这么伟大的变化，或者说将会带来不仅是贸易的整合、经济整合，甚至会改变陆权和海权的优势比例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计算一下，在全世界，在欧亚大陆上建立这样一个高铁体系网，能不能产生收益？就是这个钱到底要花多少啊？我们来看，如果我们看欧亚大陆纵贯的2条线，一个是北线，一个是南线，对吧？这2条线加在一起，包括这个泛亚线，我认为总的里程至少要达到4万公里。4万公里要投入多少钱呢？这要算账了。我们得根据中国建设高铁的成本来进行估算。由于中国高铁线路的建设成本很不一样，每个地区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如果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个评估我觉得大致可以求出平均数来。它这个评估是怎么评估的？在中国境内所修建的高铁350公里时速的平均成本是多少呢？是1.29亿人民币1公里。25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中国的建设成本是0.87亿。我们为了简单取一个平均值，换句话说，中国所建设高铁的成本是1公里1个亿。那么世界银行对中国高铁的评价是，中国高铁的建设成本大概是全世界发达国家的2/3，高铁的票价是全球的1/4或者1/5。以这样的建设成本来估算的话，要涵盖欧亚大陆这2条北线和这个中线的话，我认为至少要投入4万公里，也就是4万亿人民币，才能把北线、中线和南线全部建立起来。再加上很多支线，这个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折算成美元，大概是6500亿美元。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个对比了。你们知道美国在阿富汗进行阿富汗战争一共花了多少钱吗？打下阿富汗，在阿富汗守了10年，美国一共花了2万亿美元。如果美国把这笔钱用来修高铁的话，可以修12万公里。但是这个他没有这么干，而是把钱烧在了阿富汗。阿富汗的基础设施建设跟10几年前相比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这个钱烧哪儿去了？这就是作为霸权国家，它要支付极高的代价，也就是要以牺牲经济为代价，对吧？该做的基础设施你没做，该投的钱你没投，你把钱拿去打仗去了。虽然是很风光，对吧？虽然是很牛掰，但是你付出的代价是长远和惨痛的，就是2万亿拿去干这个事儿了，这太不划算了。用这个作为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6500亿的这个美元的投入之中当然不会由中国一家出，肯定是好几家出。关键是它能够产生多大的收益，就是这个钱能不能捞得回来，总收入会是多少？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做一下数量的评估。
2014年，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是中欧之间的贸易一共是多少钱？6000亿美元。这6000亿美元，如果这个用集装箱来装，大约是1000万个标准集装箱。好，1000万个标准集装箱在1年之内双向流动，横跨整个欧亚大陆。这个是我们要进行评估的标准。假如我们用高铁覆盖了之后，北线和中线2条线，对吧？这2条线加在一起，比如说3万公里吧，每一条平均下来15000公里，3万公里总共投入大概是4800亿美元，它能创造多少收入呢？也就是一个集装箱，如果用高铁运过来，每个集装箱要花多少钱？我们乘以1000万，或者乘以一个多少数，不就算出总的收入了吗？这个时候就要计算定价了。重庆地区现在已经修通了第3条欧亚大陆桥，从重庆走这个兰州啊，经过兰州到乌鲁木齐，然后走这个俄罗斯的铁路，最后经白俄罗斯到达欧洲，到达德国杜伊斯堡，全长11000多公里，这就是所谓的渝新欧线。这条线是个普通铁路线，不是高铁线。我们通过分析它的价格成本来推算高铁到底要花多少钱。从重庆走渝新欧这条线啊，它的一个标准箱运输成本是多少呢？是6600美元啊。如果你从海路呢，就是从重庆啊沿着长江到了出海口换装海轮运到欧洲呢，50天的时间，它的运输成本是4000美元。那么这2个比价，大家一看觉得海运成本低呀，然后用铁路运输高啊，6600啊，但是不能这么算账，因为每个集装箱啊，实际上都是一笔钱，它都是押了货，这笔钱是会有利息支出的。如果我们把利息支出，当然这跟你运的货的价值是有关的，价值越高，利息成本越高。如果你把每一天在运输途中的利息给算出来，你会发现，你从海路运，它虽然运输成本低，但是它要走50天，财务成本高，每天的利息乘以50天，那是多少钱啊？那可能是个4、5千美元的概念。所以，当你从海路运过来的时候，运到欧洲的时候，你的真正的全部的成本，运费再加上财务成本，可能是8000美元。从铁路呢，6600美元从重庆运到杜伊斯堡，你需要花15天的时间。看起来6600是比较高，但是你只用了15天，资金压占时间短，所以你加上这个资金的成本的话，运到欧洲大概跟海路运输差不多，或者稍贵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重庆现在用铁路运货它有竞争力，原因就在这儿。那么为什么从重庆到欧洲到杜伊斯堡，德国的杜伊斯堡要花15天呢？我们印象中坐铁路用不了这么长时间，这主要是中国的铁路走到了新疆，当我们出新疆口岸的时候，进入哈萨克斯坦的时候，那个地方的铁轨跟我们宽度不一样，我们是标准轨，他们比我们宽，这是当年苏联搞的这一套体系，非常的恶心。苏联、现在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这3个地方都是铁路跟我们尺寸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火车到了那儿，你得卸货，你的火车不能走它的铁路，卸了货之后再重新装车之后再到了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到了波兰。好，欧洲的铁路线跟我们是同样的口径，它的那个地方还得再卸一次货，然后再吊装一次，然后才能继续往前开。这个换装的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时间要花很多，这是第一个毛病。第二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中间沿途的这个海关呢，你每过一个国家，海关都得查呀、验货呀。这沿途经过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上来都要清一次货，这个时间也耽误得太长了，所以它的时间是15天。当然了，现在重庆做的比较好，重庆已经通过国家层面的协调，沿途国家的这个海关全部打通了，也就是一次通关，从重庆验了海关之后，到德国出海关的时候再验一次，中间过路的国家通通不再验货，这大大提高了时间，也就是能够压缩到15天的原因。如果高铁修通了，那么从重庆如果有高铁这个通道的话，那到杜伊斯堡时间很可能就是48个小时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计算你的财务成本从15天压缩到了2天，
那么加在一起，可能压货这个所谓的利息成本支出不到200美元。那么这个时候，你比海路运输，它要加上运费，再加上这个财务成本，比如说它到杜伊斯堡8000美元，你呢，由于把财务成本几乎压到了0，才几百美元嘛，那么你的高铁的运价就可以调到8000美元，对吧？8000美元有没有人运货？大家一算合算呢，因为你财务成本趋近于0了，那运费高点，总成本是差不多的，而且你这个东西要漂50天，我这个东西48小时就能到，这对于商家来说，这是个重大的一个吸引力啊。我认为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差里头，很多产品如果提前到达，将会铺满市场，你晚来的人根本连机会都没有。所以说，很多人是肯定会选择用高铁来运货的。当然了，高铁的定价还可以更高，因为由于我速度快，我给你提供了商业机会，对吧？你先到那儿，你就可以把你的竞争对手打垮，或者他还没到，你都已经铺满了欧洲市场了，这哥们儿还在海上漂着呢，要这个1个多月之后才能到，那这个竞争优势悬殊太大了，人家愿意为此多花20%的钱。比如说高铁，你要定到1万美元一集装箱，我认为还是会有人运。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估算，因为我们实在是掌握不到更精确的数据，只能框算。假如由于高铁修通，中欧贸易以前是用海运占绝大部分，现在被高铁抢了1半的生意，500万个集装箱开始跑高铁线路，48小时就到达了。这个时候，海运量将会削减1半，高铁量将会变成500万个标箱。500万个标箱，每个标箱如果用1万美元来计算的话，那会带来多少收入呢？500亿美元，也就是你的整个欧亚大陆的2条线总投资4800亿美元，你1年的营业收入500亿，500亿够不够？这个还得继续算。500亿的收入能不能赚回来？这是取决于你的利息成本是多少，这是第一个要素。我认为这个4800亿如果是投进去的话，利息成本少说也得240亿美元，啊，你基本上1半的营业收入被利息吃掉了，因为还本付息嘛。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你的耗电量，因为高铁要大量用电。你比如说这个当年的京沪高铁，我看了它的财务报表，发现用电十分惊人呐。几个月用掉了5亿人民币的电，好家伙，你这个横贯这个整个欧亚大陆，这高铁得耗多少电，耗多少钱？这个我现在不知道啊。而且中间还包括运营费用、修理费用、维护费用、设备折旧。根据我看到的上海到北京这个高铁来计算的话，这个利息成本乘以个3左右，可能是全部的运营成本。要这样算下来的话，高铁会赔钱，是赚不了钱的。不过，这是基于你只有这个欧亚大陆两端的贸易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高铁最重要的作用是启动中部市场，完成经济整合。不要忘了，中部地区、中亚地区有大量的矿产资源，这些矿产资源包括当地的这个其他的产品，他们需要往欧亚大陆两端运，这将会增加大规模的运货量。同时，欧亚大陆两端也有工业制成品反方向要往中亚地区运，所以这样计算下来的话，我认为整个高铁体系如果作为一家公司来评估的话，它的整个营业收入恐怕会增长50%，比如说达到750亿美元。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的话，我认为啊，高铁这个事情它就基本上能够财务上就有可能打平了。哎，这就是高铁投入啊，是一个投资大、风险大的事儿，但是它所带来的巨大的效益，整合欧亚经济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效益，是不能够仅仅从财务角度来考虑的。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它的最大的作用是改变地缘的构成，改变地缘战略的比例，也就是海洋霸权和陆地霸权之间的博弈，天平将向陆地霸权方向倾斜，这个是它一个重大的真正的价值。哎，不能够仅仅从财务数据上来看。当然，除了这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重大价值，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由于中国很可能是高铁的主要的出资方，
和主要的设备提供方、主要的施工人员提供方。所以各个国家都在求着中国，哎，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修高铁吧，我们支持你。比如说土地征让，哎，我的价格就是你就不用考虑这部分成本了，那中国只是负责修路了，等等配套设施啊，大家都要参与进来。中国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是向大家提供贷款，然后让你们出钱雇我们来修，也就是中国提供贷款帮你们来修高铁。很多地方可能是这种情况。那既然是我出贷款，我就要规定条件了，我肯定是希望你用人民币来跟我结算呢。我给你是人民币贷款，你拿了人民币呢，然后最后你来采购我的东西，采购我的设备，采购我的服务，然后我帮你来修，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实际上不仅是卖了东西，你还把人民币给推出去了。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搭着高铁这个东风一路向西啊，你所走过的每一个国家，大家都会愿意使用人民币。而使用人民币啊，还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如果伊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都接受了中国人民币的贷款，手中都有人民币，那他们之间做交易，比如说结算天然气，或者他们之间买卖其他商品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使用人民币来结算。这样的话，人民币在所有持有人民币的国家就开始广泛的流通，你就成了一个欧亚大陆上的小美元了。这个东西的价值非常巨大。我们羡慕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元享有铸币税啊。铸币税是什么？就是我们国家发行的货币，我可以调控，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获得巨大的收益。哪怕高铁在财务上是亏本的，但是我能通过铸币税把它捞回来，而且越往后我捞得越多。当然这个话只能我们在中国说，在国外是不能说的。不管怎么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红利将是未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利益。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中国现在啊经济结构要调整，但是调不过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钢铁、水泥啊，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过剩，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过剩。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欧亚大陆上铺满了铁路和高速公路，这得花多少钢铁啊？这得消耗多少水泥啊？你害怕这些东西生产了卖不出去吗？这个过程将会使得中国产能过剩的这个困境得到很大的缓解。在欧亚大陆上铺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包括石油的管道，都要大量耗材，而这些耗材正是中国产能最过剩的经济部门。这样一来的话，很可能就使中国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给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买来了宝贵的时间啊！我们要发展要调整，对吧？但是你现在如果没有一个去处的话，这些企业会垮呀，产生更严重的社会问题。那怎么办呢？你经济升级、经济结构调整这些东西都是一句空话，做不到。然后有了这一块新丝绸之路这个构想之后，这一块可以通过新丝绸之路它的建设得到很大的消化，所以这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次重大机遇。